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公益人士郑村启老师，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也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国际上的头条莫过于是川普跟习近平在 APEC 前，APEC 的时候有这个见面之后，现在又通电话了。就在24号的深夜，好，那当然大家关心的是不是跟中日现在这个互动降到冰点有很大关系？那这就牵涉到的是台湾了。好，我们当然也要看到现在呢，川普的通话他们有讨论到什么？川普自己就讲说，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极为强健，说现在要把眼光放远，着眼于大局。说习主席有邀请他明年4月要访问北京，我接受了，也回请他在明年稍晚将以我的宾客身份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都同意彼此常常沟通很重要他期待跟习近平多多的沟通。哇，看起来现在川普跟习近平麻吉了但问题是日本这招怎么办呢？因为大家说日本算起来蛮尴尬的那川普的热线习近平感觉没有挺台湾有事的论调，也让东京相当错愕。好，那相较于中方抢先证实了消息而且强调台湾这件事情是回归中国的立场，那美方事后的支持声明都没有提到台湾或是日中的争端。这件事情让日本蛮错愕的，就很担心说川普是不是对于日本的态度也没有这么积极。好，那当然也看到了新加坡媒体分析什么呢？这是联合早报他们引述专家的分析，认为川普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中日问题现在是外交问题，你们自己解决，美国不插手。好，但美国并没有清楚的表态，到底支不支持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好，所以呢，整件事情国际上发烧之外，我们看到微博的热搜也跳上来了，第4名就是川普要求跟高市早苗通话。为什么？好，这个时间轴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先在24号的深夜通话，那25号的清晨，好，这个川普又跟高市早苗有通电话，所以这是3方都有在通电话，中间的桥梁看起来就是川普。好，川普是主动致电谈美中通话的内容，高市早苗怎么说呢？他是说其实这通电话就是川普方面所提出的。那针对这通电话高市早苗表示有确认了日美两国的紧密合作关系。好，但是那个日本跟美国之间还有中国大陆之间现在看起来又变成另外一个更敏感的局面了。那中国跟日本的关系还有办法恢复到之前吗？从 G20 我们来看看这个日向 G20 峰会高市的发言，结果大家发现李强就先行离席了。这是 NHK 报道说，其实峰会上李强是先发言的，那等到高市发言的时候，李强却离席，而且刻意的换人入座，也就是故意摆太子嘛，说你这个讲话我就偏偏不在现场。好，那原本就没有意要会晤中国官员吗？这有专家铺说，其实日本代表团都没有带中文翻译中文口译。那这是中国事务专家丰村健司所说。他说日本本来就不太想见面，因为连中文口译都没有带去，所以这样双方就只能通过英文来沟通，就会非常耗时。光考量这点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好，但问题是高市早苗还是有特别的说，希望跟中国以各种形式来进行对话。但是中国大陆外交部还是展现的蛮强硬的态势我们看到毛宁的发言，他是说希望日方能够严肃的对待中方的关切，收回涉台的错误言论，以实际的行动来展现对话的诚意。那他也提到说，日本应该完整正确的来重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坚持遵从波茨坦公告的第8条立场。好，这个是中方的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到中方跟日方还是没有交集。
那现在也要看到中国大陆这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牌可以出。那经济牌也就是会让日本人伤到他的痛处。那我们看到日本机场挤满了回中国的旅客，而且整趟的航班都是满座的。我们看到这也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1名哦。那你看到这2张图，全部都是日本机场挤满了回国的中国人。那有很多名的中国网友就发布了影片，说日本很多座的机场挤满了返回国内的中国民众。有的原本计划要最近回国，那也有人是选择提前结束在日本行程的安排，提前回国。好，大家都拎着大包小包的这个部分来进行排队登机。所以中国跟日本现在看起来这个僵局难解，恐怕还会持续一阵子。但是因为昨天晚上深夜这个川习通话了，川普加进来之后，整个局势会不会又有变化呢？我们先问孙老师。中美这2个强国大国打交道几十年了，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他们打交道的方式，不同阶段都有不同变化。那我们台湾的问题，更是中美关系中重中之重。我们当然特别关切每一次他们见面到底做了什么样跟台湾有关的决定。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已经从上次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见面之后，讲说我们把你们美国人想得太好之后，已经清楚的学到美国人就是随时翻脸，讲话不信用，特别是川普。以前那个是比较阴的表里不一，川普是直接来说翻脸跟翻书一样。所以这一次他们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议，但我认为这个协议就公开了习近平跟他讲，台湾的问题是战后的整个世界局势的一部分。你美国人应该知道美国说我们理解你大陆这个看法，关键是川普回去在他自己对他国内的脸书一个字不提这个玩意儿。但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也知道你会玩这一手，我是讲给世界听的。至于你美国人在我面前同意的答应了，回去会不会遵守，我老早没有寄望你会遵守，甚至关键时刻你翻脸之后还会捣蛋。所以今天中国大陆在面对这个台湾的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当然主观认为，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家的事，不干你的事。第二个，我知道你会插手。第三，我叫你不要插手，你嘴巴表面答应我，实际上你不会遵守。第四，我连你的不遵守都要估算在内。当我动手要收台湾的时候，你呢这种不讲信用的家伙会暗中搞鬼，我到时候就给你一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认识，这样的准备，是不可能解决台湾问题的。那我认为是从今年不管是93阅兵到沉默的荣耀到定台湾光复节，中国大陆文字写得很清楚，从过去推动解决台湾问题变成推进，它就是在进行。那最近因为高市早苗日本搞的这一手，我认为会加速，会更快的触动这个契机。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看高市11月7号就表现这个挑衅的态度，美国人拖了好久到前2天才间接透过不是第一手就表达支持日本。可是很快的，中美2国元首这个见面这个才是真正拍板定案。拍板定案就是警告美国美国当然知道不可能，中国不会那么笨。高市早苗想借机兴势把美国拖下水，同时为日本自己争夺更大的军国主义的空间。大家都玩什么鸟，谁不知道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见面就是把话讲开了，那也告诉川普，然后我大概会往我的进程走，你最好少来，最好搞清楚。那我也不怕你，我后手，不怕你美国瞎搞。所以在这种情况，为什么高市早苗他们就觉得一愣呢？是吧？不是前2天才发表声明说支持我，忽然间这2个在见面通话，老师通话，对，他们2个是通话，对，通话，就他们对不许他们就通了话拍病了。当然，川普也很贼了，通完话之后马上又跟高市早苗给他一个安慰。但这个东西事实上完全是川普这个人的手法，他是非常懂的，一进一退，全部都是在搞他自己的阴谋。但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其实对多数在台湾的人，应该是对未来的进程。不管你喜不喜欢或者准备好要同意这个事情，知道这个已经速度提前加快了。中国大陆也提说，你们这个面对统一有什么样的利益的要求？他希望能够利好台湾，大家一定要进入准备。我看我很多的朋友不反对统一的，都还没有心理准备好。更重要，我认为台独这些家伙已经知道，川普不会是他们的靠山，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动手，他们溜的会更快。我们一定要盯紧
赖清德政府会不会加速掏空台湾？好，所以我说啊，这个川普通了这通电话跟习近平之间，反而事情会不会变得更复杂呢？赖老师，外交本来就很复杂，而且解读方面更为困难，是，那各方的解读都有。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为什么突然间，要打电话给这个高市早苗？因为这不是美日原本就约好要通电话的，那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事先都没有向外公告啊，或者是说他们两国领导人会通个电话都没有。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是习近平跟川普通了电话了。习近平跟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通这个电话？所以每个人都在解读，是为台湾的事还是为日本的事？我个人倒是认为是为日本的事，啊，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台湾的事，但事实上是为日本的事。也就是对大陆来讲要确定的，就是高市早苗一上来搞的这个台湾的事情，是美国受益的还是不是美国受益的？因为川普在第一时间接受福克斯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他说，尤其是针对于高市早苗11月7号搞的台湾的这个事情，他针对这个事情，因为主持人把整个背景都讲得很清楚，所以他的回答讲的盟国指的就是日本的。他讲盟国不是朋友，那指的就是日本不是他的朋友。然后他说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盟国占美国人的便宜，比大陆人占的都还多。那指的当然就是日本人了，因为主持人问的就是日本，所以他的回答当然指的就是日本。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的川普好像看起来是不挺高市早苗的动作，可是问题是，川普的金主派到日本去，也就是买官买到大使的这一位日本的美国派驻日本的大使，美国派驻日本的这个大使，他不是职业外交官，他是金主出身的，所以我们把他称之为买官买到大使的这个位置，可他却是挺日本。然后 AIT 代表国务院的美国国务院的常任文官的 AIT 的古立言，却跟赖清德他们在这边支持这个高市早苗的做法，那这个讯息就混乱了。也就是说，川普的立场好像不挺日，但是他的金主还有国务院却挺日，那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对大陆来讲的话，这个事情要处理，他处理的不只是台湾，也要处理日本。所以解放军的动作，5个战区都同时出动了。那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是东部战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东部战区就是处理台湾的问题，处理日本，那就是日本、台湾同时处理的时候，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还有这个中部战区是全部联动了。这些讯号都越来越明确了。那当然，对大陆来讲就要确认的，如果是美国收拾的，美国要这样做的话，那大陆当然也要针对美国来做了。也就是对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在太平洋的军事实力，中国也要准备一手。可是如果不是美国的话，那就要你美国靠边站。我现在在处理日本跟台独的问题，你不要插手。我觉得这个讯号是蛮多的。一通电话结束以后，1个小时的电话，所以谈了很多事情。接着你就看到了，川普就马上电话给这个高市早苗了。高市早苗被问到，还有他的官房长官被问到跟川普的通电话有关于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嘴巴都闭起来。这代表什么？敏感的，很敏感。那为什么他不敢讲？封口，对不对？可能川普有下封口令哦，因为这东西都太敏感了。最近有这个草莓丸而且可能还没有办法止息。好，袁教授，外交无小事啊。这通电话打的，其实里面前一阵子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洗川会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就没提到台湾事情。这次这通电话1个钟头，完全提到台湾的事情。我觉得其中有3个重点了。第一个重点的话呢，日媒说他很错愕，这个不必有错愕，这个完完全全是理解的因为上一次在马来西亚谈的时候呢，有这个大豆的问题有这个稀土的问题，还有芬太尼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在哲学叫达摩克利斯剑，就是他都是只做谈到这个题目，但是没有做这个承诺，所以这悬在美国头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重点来讲呢，川普自己讲的，就是明年4月他要访中，川普非常想去。那明年3月的时候要开这个2中全会，那只有剩下4个月，现在才11月底，
大家讲到有5个月的时间够中国在对付日本的发展的时间了啊，这是第2个重点，大家要了解这个时间。然后第3个重点的话呢，他们在整个通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把台湾的问题放在1945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里面的通话的内容，尤其是看《环球时报》里面当中的话呢，就已经登录，就是说这个北平风里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就是要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问题，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现在的话呢，高市早苗等的话呢，外交无小事嘛，所以说他的电话大概只有20分钟啊，那么这个差了很远。然后另外的话呢，最重要的是日本本身的话呢，之所以现在有这样子的胆大妄为的主要原因，就是要依美谋强。啊，依靠美国变成强国，那这下的话呢，美国表态，尤其是新加坡那个报纸说得非常清楚，这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你们之间的事情，美国不要管，美国根本没有能力管，美国也不愿意管，美国也不想管。这个里面说出来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的立场透过打这通电话来表明了这种情况下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日本的话呢，这边提到说是在G20的峰会当中，日本根本就没有打算跟李强这个接触，什么中文翻译都没有带。请大家不要忘了，日媒的记者问毛宁2次，第一次毛宁讲说我们没有任何在G20啊李强总理跟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会面的，然后又问了1次，然后毛宁照情况再回1次，最后补一句日本请自重。哇，这不得了啊！你在外交场合当中叫人家的记者请自重，这个话的话，就我们一般来讲外交的语言当中骂人最严肃的啊，当然了，薛健那个讲把莫名其妙冒出来张头给他砍掉，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话呢，那请你的自重的话呢，就是人对人之间讲话，这个都是非常难听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而且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高市早苗在G20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啊，因为美国没参加啊，南非非常非常不爽。美国以南非乱杀白人的理由，就是川普没有去到19个国家当中，除了这个日本自己以外，剩下的10几个国家，我没有听到过哪一个国家站出来替日本发声的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那个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南非的这个主办人那个总统，在这个一个一个接见的时候。头都不回，看都不看，就突然就整理起自己的领带了。这个外交上的动作非常明显，就是说高市早苗在国际上受到了孤立，所以这个里面可以说明大陆这一次的话呢，不但是生气了，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加重自己的力量，是国防部、外交部，甚至于以及所有的法律战，通通都连成一气。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善了，到川普去中国之前，看看能不能够结束。好，中日之间的这个交杂哦，情绪很浓烈。好，当然其他国家不想卷入这场战争哦，所以都隔岸观火。好，那台湾就不一样，我们是蛮挺的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台独。好，我们刚刚提到了中日之间哦，看起来这纷扰会持续，看看这个川普在明年4月之前会不会稍微止息一点点。但是呢，现在中国大陆的牌很多，而且很长时候是会让日本非常的忌惮哦，尤其像是解放军，他们现在秀了东风61飞弹，甚至还有 MV，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加入战友，今天不好。大家有看到吗？这支影片呢，它的名字就叫“假如战争今天爆发”。好，这个战争的意味哦，非常恫吓意味非常浓厚。所以，而且也看到他们多地的民兵哦，展开了实战的训练。大家就说这是中国对日本的军事信号吗？好，在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引起中国强烈反应跟实质反击的形势之下，中国各地的国防动员系统也紧贴着实战需求，组织民兵开展了实战化的军事系统。
那甚至解放军陆军的 ZBD-04的步兵战车，改进型，然后发现它的配备主动防护系统这个形式跟之前安装在这个 ZTZ-99主战这个坦克上面的 APS 的系统并不相同，所以大家就预估说，解放军已经开发了至少2种以上的主防系统。那解放军报那自己也有说，日本妄图介入台海，必将玩火自焚。好，玩火自焚呢，我是知道，这个我前头有火在玩火，那最怕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玩火。我们看到日本就有点这样的概念哦。日经说，日本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哦，若武统联合公报前提就会崩溃。这其实就是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说，日本跟中国在谈判建交时，当时日本政府立场就可以概括如下，也就是不会反对中国未来统一台湾，但前提是必须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那日本这边有政府内部的人认为说，如果中国武力入侵台湾的话，那刚刚讲的这个中日联合公报的前提，也就是和平解决的部分就会崩溃。好，那日本当时谈判这个中日联合公报时并没有直接承认一中，而是采取的是模棱两可的立场，那认为台湾问题最终会和平解决。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日本的自卫队前航空幕僚对于高市的这个部分还是也有一些不满意。他认为没有强硬的反击对岸，他认为日本政府的因应方式就是遇到问题应该把它视为机会，哪怕是前进1、2步，也要思考如何扩大国家的利益。那他觉得日本政府正被问题回避症候群所侵袭。好，那日本有意现在在与那国要部署防空飞弹。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认为是极其危险。那当然因为与那国跟台湾之间我查了一下，只有110公里那我也看了一下，如果是车程的话，大概是从台北市开国1的速度到这个苗栗头份的距离，所以非常的近。它是日本岛屿离台湾最近的部分，所以中国大陆这边当然跳脚啊。毛宁说，日方在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刻意的制造地区的紧张，而且挑动的就是军事对立。那这个动向极其危险需要引起周边国家跟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戒。那高市的部分现在呢，它除了跟中国大陆之间有一些摩擦，那应该要来抚平之外，它还是有在做它的外交。但是这外交场合看起来也是有一点可怜。然后刚刚我们的苑教授已经有稍微提到，我们也再跟大家讲一下他在G202天攻克了25人，化身打招呼魔人。好，那他是在G20峰会的2日会席当中，跟大约25位的领袖或代表会谈或打招呼。那有日本外交官就私下称高市是一个打招呼魔人，出访之前都已经准备好一份打招呼的名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打招呼的有谁呢？他也不是只有嗨这样或握手他会拥抱我们看他拥抱谁？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很开心这个2个女性这样子拥抱。好，那当然还有滑到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旁边，那甚至还跟智利总统博里奇交谈，都非常热络，甚至还搭这个智利总统的肩膀。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就说这个热切跟这个意大利总理梅诺尼的画面还有月初大家记得吗？这个 APEC 滑椅子的举动都展现出他独特的开朗外交。那彭博就报道说这一报打破了日本男性领导人长期以来的僵化严谨跟外交作风。好，所以这一次是在G20，那后面的是在上一次的 APEC 期间，那高市都展现了不同以往日本领导人的一个外交风格，那就被大家所讨论。好，但问题就是他在这一次G20上面虽然梅诺尼跟他抱抱，但问题还有更可怕的外交灾难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1名那这个外交灾难是什么呢？我们赶快带大家看一下非常尴尬。因为G20的东道主南非的总统沙马佛沙跟各国代表互动时，看到吗？这个高市前来去跟他问候，结果他是抬头弄领子，
没有跟高市早苗做一个互动跟回应。那高市则是橘身来告退就是说，有点尴尬的，赶快离开。这显见是什么？大家对于高市早苗可能最近的言论确实引发了其他的效应所以让高市早苗在G20峰会上面有一些挫折。好，那我们还是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解放军就是磨刀霍霍，其实也让日本蛮多人是很担心的。我们先问赖老师，大陆对于日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高市早苗代表的日本的右翼，还有最主要的是军国主义王毅在塔吉克斯坦的时候讲的3个绝不讲得很明白，就是绝对不可能让你日本的右翼你们在那边耀武扬威，也绝对不可能让你这个军国主义者再死灰复燃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次大陆对于高市早苗这代表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去挺台独，就是把自己扮演成为台独的这个保护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的时候大陆的解放军其实就展现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把战场设定在日本的本土。大陆不会把地面部队的投入日本，没有必要。但是大陆可以透过火箭军，可以透过战略轰炸机，可以透过海军陆海跟火箭军，那么把日本的全岛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跟军事基地都做摧毁。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针对日本来的 MV 会展现出这个东风5跟东风6？最主要就是回应高市早苗的要把无核三原则把它修正，也就是说日本他要抛弃无核三原则，想要拥有核武的时候，那对大陆来讲，大陆的核武是可以针对有核武国来使用核武。我们学战略的我在巴黎大学国防研究所在读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要打核武战，国土面积小、人口密集的国家基本上经不起任何核武的战争。我想这个对于日本来讲，如果他要破坏改变核武三原则，非但震慑不了中国大陆，它本身会有灭顶之灾。尤其中国大陆新仇旧恨一起算，我觉得日本高市早苗在玩火，这个部分确实是非常明显的玩火。日本的退役的这个空军的将领讲的话是小孩子讲的话，为什么？因为日本本身对5代战机的自制能力都没有，它完全没有这个5代战机的自制能力，它只有 F1 跟 F2， 就相当于 F16战机。所以日本本身的航空、海军跟这个航太，它的作战能力跟大陆不是一个量级，整个总体国力跟总体军力跟大陆不是一个量级。他还说要表达强悍，我都看不出日本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对中国大陆表示强悍。这个简直是不自量力的家伙，真是厉害啊！好，郑老师怎么看？刚刚那个赖老师提到说，这位田姆神俊雄这个是小孩子讲话，但他这个非常有趣，他批评这个日本的行政单位说，你们假装一种好像大人似的很冷静，这个是错的。什么意思？他说，你看，在这个他们的尖阁群岛、钓鱼台群岛，或者是参拜靖国神社，只要大陆不高兴你们就忽然间就退缩。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这种冷静是错误的。所以真的是够幼稚。但是重点是，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言论，过去不太敢这样公开的。现在在日本内部，这样的声音很多。有些国会议员批评这个日本政府太激进，这位田姆神俊雄还骂这些国会议员。所以这样的一个声调，那我也看到，比如说连他们这个报纸都敢公开讲，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个过去绝对不敢这样公开。你这个媒体也不是随便说个人投书，就跟这次高市早苗直截了当讲，台湾有事就是威胁到我们，而且我们要军事介入，要行使自卫权，已经超越了红线很多。台湾不属于中国，这样的言论可以直截了当、白纸黑字写上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摊牌了嘛。过去你们心里，日本人心里这样想，至少表面不敢。那这次不但公开了，而且超过他大陆还没有主动收回台湾，他就说我要主动介入。你看看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呢，
整个就把进程就提前了。我认为这未必不是好事。那我看看中国大陆借机，他将来收台湾一定要一定程度的军事总动员，他借日本这次全面性的、多方性的动员也备战，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推进的送上门来的机会，借机把整个准备做得更好，随时动手。郝院教授怎么看？刚刚讲到东风61，就叫61，以及东风5C，都是在阅兵中最后压轴的大杀器啊！拍这段影片，当然呢，我这边刚刚在找的，我当时拍的现场的照片呢，本来想放一下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东风5C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个船呢。你看，我在那边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个船呢。所以说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动作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了。第一个，足以证明啊，高市早苗完全不是无心之言，他只是最多只是讲出来以前日本那些废物男性的政客不敢讲的话，现在让一个女性的妈妈桑直接把这话说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刚刚讲到，我刚刚看了一下日本经济新闻里面指出来的内容啊，他讲了个半天，绕来绕去的讲联合公报的话呢，伴随着这个台湾现在的情况不成立了，我们要出兵动手。然后底下那个叫名字很奇怪的叫什么田母神俊，田母神巨雄啊，俊雄我认得很多，但是田母神我倒没听过啊。这个的话呢，他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要能够展现出来啊，勇者不惧的这种精神。这个就是神风特工队啊，他刚好就开飞机的。然后呢，这里面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大陆最火大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打从心底就看不起中国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认为1894年的这个甲午战争会再发生一次，他们就这种想法，他们就想法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因为大陆昨天的话呢，就是日本的话呢，那个小泉进次郎啊，跑到那个冲绳就是琉球啊，然后呢在那边看了飞的。你刚刚讲，我刚刚想到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平潭到这边是130公里，那你刚刚讲到那个与那国基本是110公里。这么近，你要干什么？你现在这个气氛你绝对不够严，所以说我刚刚收到一封通知啊，就讲说那个题目叫做我可不可以称呼高市早苗一声同志啊？因为大陆人也受不了了，你整天阅兵你不亮剑，你这怎么办啊？你整天阅兵不亮剑，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到了4月份的话呢，川普去这个中国的时候会看到，搞不好你到日本哪个地方去的时候，你还去不成的，你要到中国办签证的啊。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就是日本太嚣张了，完全没有把中国看在眼里。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不要讲说日本是不是什么望其项背啊，什么中国遥遥领先什么，这个一定要有实战的经验，因为这个日本人打从心底就不认为中国行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台湾人最清楚的。台湾人最清楚。说句良心话，我有的时候自己在那边，我就觉得说，今天中国沦到这个地步，这也是个机会，也是一个转机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川普在兹念兹的之前不是说他想得诺贝尔和平奖吗？但是和平这件事情能变工具吗？但看起来他是这样想的。好，我们看到川习在南韩会谈之后不是有通话吗？那通话的内容除了台湾的议题大家关注之外，其实他们还有谈到的是乌俄战争啊，还有芬太尼、大豆稀土、AI 晶片的等议题哦。那也说习近平会邀他明年4月访问北京。那大家就说了，乌俄战争现在还在谈吗？而且要跟习近平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美乌现在拟定了新19点的乌俄中战的草案。好，这个乌克兰的第一副外长他就说，现在已经有了这样子的和平协议草案，但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内容会交由2国总统来决定。好，那川普就有暗示发文说，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和平协商真的可能出现重大的进展吗？他说，直到眼前这个看到之前先别相信，但好消息确实有可能发生。不过我还是要算一下川普在他这个要上任之前说马上就可以解决，就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了他每次都把话讲太快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不是这么好能解决的。好，但问时是文中也没有提到要求乌克兰在感恩节前接受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后期
期限。那大家就说了，现在川普到底是不是把和平当成一个生意来看呢？我们看到川普他的停战计划当中有讲到美国可能拿走乌克兰重建基金50%的分润那这凸显的是华府仍然试图从中牟利。那川普的外交是一个交易式的外交，正逐步的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如果美国能从目前被冻结的俄国资产设立的乌克兰重建基金当中拿这些分润，就会使很多的欧洲国家感到很刺眼，因为这些资产很多都是放在欧洲而不是美国。所以我们看到前白宫的经济官员也特别讲说，别国跟美国每一次互动其实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这个经济施压，让美方从中谋取不对等的经济利益。好，这个川普没有上任之前，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但他上任之后真的是又更过，包含的就是关税。好，用关税来治百病，也让很多国家非常的不满，但又不敢说话。好，我们来看到稀土的部分怎么样呢？美国现在突破了中国大陆的稀土霸权吗？马来西亚说是最有潜力盟国，但是有一个挑战，那当然就是美国想要摆脱中国大陆对稀土的全面掌控，马来西亚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选项。但问题是，北京当局老早就在大马布局了，所以华府这个举动恐怕会遭逢更大的挑战。好，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说，我们将摆脱中国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要召集盟友行动。那西方的这个稀土保卫战再遇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座稀土矿还是落入到中国之手。这是哪一个稀土矿呢？原来是澳洲矿业公司，那它稍早被中国的盛和资源收购。那伦敦智库基准矿物的情报就显示，这意味着在2029年，中国将取得坦尚尼亚这个新兴稀土的供应地所产出的所有稀土，所以就等于说全世界的有稀土的部分这个美国跟中国都在抢着要赶快找到这个一块新的大陆可以来进行稀土的挖掘。好，那大豆的部分也谈什么呢？像是现在有大约185船的大豆跟新增的西芒杜的铁矿，估计要在明年首季的淡季会变旺。那这个是国际船舶的中介商认为说，这些大豆预计的安排就是在明年首季要运送185到200艘的船，那加上新增的西非这个西芒杜铁矿的出货，所以明年的首季有淡季，然后会变畅旺。那美国的农业部长则说，将在未来的2周跟中方这边签大豆的采购协议，说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进展，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中国这边持续的采购美国的大豆，但是还是被认为距离这个预期的规模还是非常的远呐。那美国的农民非常的忧心，因为美中会谈之后发现说，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进口我们大豆还是停滞不前，所以这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执行长认为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重启还是在停滞的阶段，那想耐心等待中国方面的应对。那彭博社的报道则是认为，这个川普希望中方加快大豆的购买，那要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向中方提起诉求，那中国的购买量仅为美方所说承诺水准的1成左右，那中国的新增大额采购也都一直的延迟。好，那这当然就会牵涉到明年的这个期中选举所以也让农民一直叫川普又很紧张，那中方看起来就很淡定啊，这个感觉就是没关系，我慢慢来就是这种氛围让整个国际之间不得不他们每次谈话都一定也会谈到大豆。好，我们还是先问赖老师，中美这次元首的通话是谁先发起的目前答案已经出来了，最新的消息公布了因为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接受媒体的询问的时候，他就说是美方发起的，中方接了所以还是川普主动的要跟习近平要通电话。而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是通电话的目的，其实看起来是这个中美的关系确实也是中美的关系，但是我想川普也是针对于最近中日的关系的恶化而发起这个通电话的要求，那中国大陆同意了，所以就接了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其实主要传达的几个讯号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外交讯号是混乱的，
川普是不支持高市早苗的说法，可是他的大使却支持高市早苗，这怎么一回事？这个美国有责任有义务要说清楚讲明白。国务卿讲的好像中立的语言，但是他的 AIT 的鼓励言却是挺高市早苗，这个代表国务院的立场，你要说清楚讲明白。所以我想川普他看必须要处理了，所以打电话来了，习近平接了，当然就是你要处理好。我们也看到了川普就回电了给这个高市早苗，那现在高市早苗嘴巴闭起来了，不讲他跟川普讲话的内容。那我想这个电话对川普主动打给高市早苗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电话啊，这是一个可以合理的推断的事情。但是有关于稀土的问题，有关于这个芬太尼的问题，看起来都快要解决了。大豆的问题看起来也快要解决了啊，但是这个牵涉到什么？牵涉到这一些大问题，要不要是在4月份川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你要带什么礼物来？那等到习近平再回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也同样的会回礼带过去。那就是什么时候再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川普要到中国来访问，那当然他要带的一个礼物就是关税的问题、贸易战的问题、科技战的问题，是不是绝大部分都要告一段落，都要处理掉？那这样的话，中国大陆当然就可以恢复对美国的大量的采购。我想这个就是礼尚往来嘛，那就两国之间就稳住了。这要看后市的发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后市发展，对美国的股市、对大陆的股市、对两国的经济来说都是好消息。可是对谁不是好消息？跟美国已经签订贸易协议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好消息，因为川普对于已经签协议的国家，他已经定了就是15%的关税，19%的关税，甚至日本要贡献5500亿，然后这个欧洲要贡献6000多亿，韩国要贡献3000多亿美元，那台湾不知道多少，所以我想这个是。签出协议的都是猪头，都是大猪头。那我现在不晓得我们的赖清德有没有扮演这个猪头的角色，他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告诉我们跟美国到底签出什么样的协议来。好，我们接下来问苑教授。我在这边呢，要首先强调首先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川普呢，往往我不晓得是无知还是无能他是低估了国际的形势。国际形势中最复杂的是交战团体，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的话呢，从这个2022年呢，这个2月24号开始打到现在，几乎4年了那么它里面牵涉到的原因非常多，绝对不可能是说用一种威胁的方式或者逼迫的方式。原来拿出来那个28条没有人看好的主要原因就一度传出来是普丁写的俄罗斯写的。就是这个卢比奥自己告诉美国的参议员的，后来他自己又否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原来是要讲好这个27号也就是后天吧，就是要复活节嘛，非签不可。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经过协调他们在对不起，感恩节对，感恩节的话呢，他们要协调嘛，协调的话呢，这里面的结果当中的话呢，就出现了，就现在变成19条。我说句良心话，我都没搞清楚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呢，这个有关于稀土的问题这个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稀土不是说光有矿产而已，稀土并不稀少，而且它也不是土。稀土比较难的话呢，是一个技术一个人才，还有一个累积出来的经验。另外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说你练出来这种8种这个中稀土以及这个9种重稀土的话呢，它做什么用，管什么用，这个科技上的这个技巧都是一个专利。那么这些专利的话呢，到了最后提炼出来的结果的话呢，管什么用的话，我相信99%是在中国手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稀土的话呢，贝森特会讲挂在头上那个剑我们哲学界叫达摩克利斯剑，一个希腊文的一个传统。所以说呢，这个讲起来的话呢，这个不是光发掘矿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另外有关于大豆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问题更有趣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天在谈判的时候那个贝森特讲过说我们下礼拜就要签约了那现在搞变成2个礼拜签约，我跟你讲不可能签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个杠杆
啊，因为你到目前为止啊，大家算一下，你那个大豆摆在那边呢，原来要买2800万吨，现在的话呢，讲好要买1200万吨，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所出现这个结果，到目前为止3618好像只买了6艘船，啊，就是只买了18吨而已，然后就停下来了。为什么会停下来？就是因为大家要累积出来这个谈判啊，这个就叫杠杆的原理。那么你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的话，大陆本身的话呢，目前为止是3样，其实不止3样，就是大豆、稀土跟这个芬太尼啊，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为了要能够做成生意啊，对于这个川普的压力很大，他基本上都会听话的。啊，就为了要满足到明年4月份去中国，所以说他这个立场上确实是比较让日本人担心的。哦，郑老师怎么看？跟美国人打交道啊，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说，真的要越学越清楚了哈。9月到11月是美国大豆丰收的期间了。过去中国大陆是每一年买最多，就是跟这个美国买的。就今年9月开始一个都不买，是吧？啊，这个大豆农急得要死，川普都受到压力。那大家记得是10月30号他们在韩国见面的时候，传出好消息，双方关税都做了一些让步，然后美国就讲说啊会大量的购买，刚刚这个苑老师也提到了，要买多少？就今年到下半年快结束会买1200万吨，未来3年要买2500万吨，结果到现在发现只买了一点点，好像这个几十吨而已，那压力都不大的不得了，美国的豆农会跳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美国那个财长啊。那一天10月30号之后，马上就宣布了，然后至少芝加哥那些什么农产品交易大豆价钱都涨了，美国农民都很高兴，然后他们马上就翻脸，又要开始对中国说三道四，开始要进行这个制裁那个制裁。那中国大陆说，我们既然互相要讲好了，要往向了，他们常常讲说相向而行嘛，你们每次讲完话就不守信用，所以他也留了一手。中国大陆并没有正式公开的承诺说，我答应你一定要给你买多少。中央集团是说象征性的买了一些啊，表示善意啊，结果就看你啊，观察你美国的后续，果不其然，老毛病又发作了，翻脸就不认人。中国当然不依嘛，可是为什么美国会这样？美国就是这样啊，他就跟你谈判，跟比较弱了啊，中央讲好了，这弱国让步很多啊，他也答应你一些东西，结果呢，一完成。被美国人答应人家，马上就翻脸，那大家就傻眼了。关键是，你弱国已经答应你说你不给，你敢不给吗？对美国来讲，你答应的就是我的啦，你敢不给我就揍你。但我答应你的，我不给，你能够拿我怎么样？他这一套，根本就是像土匪强盗一样到处吃人，关键是到处得逞，大家拿他没办法。那中国大陆一开始是诚信相向啊，没有料到对方会言而不守信用，所以他已经学清楚学乖了。你来啊！你留有后手，我也留有后手。我象征性给你买，善意做到，看你的表现。你只要前后不一，马上就停止。好，现在11月快到了，11月月底已经到了，中国大陆兑现的很少。那为什么？就是被美国人这种长期不守信用，然后吃定别人的，已经惹怒了。你不要搞清楚吗？从关税谈判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是有底气的，他是经得起跟你对抗的，后面的军事实力也展现了。所以他在这种有关农贸上面，在大豆上面，他早就有准备嘛。过去他们就是因为跟美国要交好，大量70%、80%都是跟美国人买的，美国豆农赚的盆满钵满，然后川普也得到选票。中国大陆一看，马上跟巴西跟其他地方进行其他的采购，然后自己的里面也存了很多。不要小看巴西，其实一开始不是巴西政府哈，当中国转向的时候。他们忽然间也就开始涨价了，那中国大陆就不买了，就把那个豆那些就停在码头。你看看这个贸易之间，大家应该是诚信相向，是吧？